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主题，就是很多考生会问到 STEAM、Verbal、数学、DI 三个考科的顺序。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题目先开始，什么样的题目再继续之后呢？首先你要先知道它的心智里面，官方有不小心说漏嘴。我把链接放在这边，在45分44秒的地方到47分31秒的地方。好，What you don't know about the GMAT Focus Edition， 邀请了 GMAT 官方的这个产品经理做问答。中间产品经理说漏嘴的一件事情，询问的人询问说，我们好像有听到一件事，第二个 section 跟第三个 section， 它的起始点会取决于你前面科目的表现，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？那官方代表的回答说，对。我把重点把它截取出来了，起始点会有点小小的改变。为什么？他们希望维持这个考试的准确度，甚至为了减轻同学的负担，所以把题目减成2/3。但如果样本数减少，要去提升准确度的话，他们就要想办法去用别的措施来让他们的这个测量能够更准。研究有发现说，各个科目之间的表现是有相关性的，所以他们就做出了这个改变。比如说，今天你考完数学，下一个接 verbal， 如果你数学考得比较好的话，那你的 verbal 的起始点也会比较高。数学考得比较差，那你 verbal 起始点会比较低。请记得哦，除了第一个 section 之外，第二个跟第三个 section， 它的第一道题目会受到你前面科目的影响。我的建议就是强科先行，意思就是说哪一科表现最好，你就让它第一个考。接下来我在 verbal 一开始我就可以进到高分区，提升分数的几率会比较大。假设今天你是一个能在3分线上投球投进的人，但是你被摆在2分线上，那就算你投进了，你还是只能得2分嘛。我们要尽量争取能够在3分线上的机会，强科先行。只要你前一科做到了比较好的表现，那你接下来比较弱的科目，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自己推到3分线的地方去。所以这个机制会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请你用最强的一科先考，4强的第二个，最弱的放在最后。OK，这个是第二个主题。